天塌啦，天塌啦 ！Steam 粉絲的天是真的塌啦！虽然說 AI 面前众生平等，但是 Steam Deck 一下子漲價300刀的操作還是太過於荒謬了。4年前的硬件，現在比 PS5 Pro 竟然還要再貴上50刀。說實話，作為 Valve 的粉絲，確實是非常失望的。這一下子就讓人擔心起 Steam 主機的價格。其實我在去年11月份的時候就已經出過一期節目，表達了對於 Steam 主機售價的擔憂。在那期節目裡，我說我的 32G 內存條從160澳幣漲到了500澳幣，而現在同樣的內存條更是已經漲到了誇張的1000澳幣了。當時那期視頻還有人說我製造焦慮，可事實就是硬件成本跟我預測的一模一樣，一直都在上漲，從來就沒有停過。用自己的硬件玩遊戲，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真的會變成一種奢侈。到那個時候，合約主機、雲遊戲可能將不會是你的選項，而是你唯一的選擇。所以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聊聊我對 Steam Deck 漲價的看法，以及如果硬件產業繼續朝着這個方向一路狂奔，你玩遊戲的方式將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頻道，我是老九。AI 帶來的硬件漲價從來不看人下菜碟，它會無差別的榨乾每一個人的預算。以後包括遊戲主機在內的任何硬件的價格都只會比現在更貴，這一點沒有任何懸念。有的人看到這裡可能會說了，你之前批評索尼和微軟漲價是因為遊戲失敗，最後拉玩家來填補虧損，怎麼現在 Steam Deck 一漲價你就改口說是硬件成本的問題了？首先，我從來沒有否認過所有廠商的硬件成本一直都在上漲的事實，但硬件成本的上漲是一回事，遊戏和服務的失敗又是另外一回事。游戏主机和会员一直漲價的問題根源從來就不只是硬件成本這種場外因素，他們的高管為了美化財報忽悠投資人，把硬件上漲和遊戲失敗這兩個原因混在了一起，卻只肯承認那個聽起來讓他們看上去最無辜的選項。而且在硬件採購和供應鏈話語權上，像微軟和索尼這種盤踞市場幾十年的老牌巨頭手裡的籌碼和拿到的報價，絕對是 Valve 這種硬件領域的新兵蛋子根本就無法比擬的。兩家的主機再不濟都是千萬級別的出貨量，能讓他們在配件廠商面前把價格壓到極致。手握這些資源，這兩家老牌大廠本來完全有能力對冲一部分硬件上漲的壓力的，但很可惜，他們在這個世代用一個接一個的失敗遊戲把自己逼到了死胡同。微軟這邊為了達成內部那套離譜的利潤目標，同時給接連失敗的項目買單，不得不瘋狂裁員，接連關閉第一方工作室，甚至把 Game Pass 的訂閱價格一漲再漲。而索尼這邊即使這個世代占盡優勢，它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就算早先囤了一批低價內存，能在2026年結束之前給 PS5 的成本做緩衝，他們同樣也因為自家服務型遊戲的連續失敗，關閉了好幾家第一方工作室。PS5 和 PS Plus 的會員同樣也是照漲不誤。要不是有那點庫存拖着，現在的價格只會更貴。而在 Valve 這邊，僅憑 Steam Deck 500萬銷量的出貨規模，注定了威社在面對上游硬件成本暴漲時，要承受與他們相比之下大得多的壓力。但是，這就代表 Valve 有免死金牌了嗎？這就代表他一個4年前的舊掌機可以比 PS5 Pro 還要再貴50美元了嗎？我認為完全不是。Valve 沒有索尼的那些虧錢項目，沒有怒砸36億美元收購 Bungie，Steam 平台每年靠30%的抽成坐收數十億美元的利潤，它理論上是整個行業裡最有能力對沖硬件成本壓力的公司之一。所以當 Steam Deck 一口氣漲價300美元，我就不得不要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了，那就是這300美元到底是硬件成本還是別的什麼東西？Steam Deck 從來沒有漲價過，我也認為 Steam Deck 最終一定會漲價，但是我預期的是100到150美元之間的漲幅，300美元實在是太多了。退一萬步說，就算按照最誇張的數字來計算，比如 TrendForce 預測2026年第一季度的內存將狂漲 90%，SSD 也將暴漲 60%， 且威社還把這筆賬 100% 的轉嫁到消費者的頭上，你也很難湊出300美元這麼高的漲幅。所以這300美元中多餘成本的部分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Steam Deck 在這一次漲價之前一直都是斷貨狀態，而掛上新售價的 Steam Deck 其實本來也沒有多少貨，因為你現在去看的話，你會發現他們已經又斷貨了。既然本來也沒有多少貨， Valve 幹嘛還要放出少量的機器提高售價，給自己背上貪婪的罵名呢？我個人的猜測是， Valve 其實想要利用這次漲價，幫未來的 Steam 主機設定一個較高的心理價格锚點。
按照目前的硬件通脹速度，未来的 Steam 主機大概率会賣到上千美元，而那個時候玩家的心理防線絕對會崩潰。威社現在把 1TB 的 Steam Deck 的價格提到950美元，就等於是在市場上強行錨定了一個新的高價底線。一款自家的老掌機都開始逼近1000美元的大關，當幾個月後那台超過1000美元、性能更強的 Steam 主機登場時，很多玩家在一定程度上就不會覺得這台主機的價格太過於離譜了。這本質上是威社在提前規訓和拉高玩家對未來價格的承受能力。雖然說大部分的 PC 玩家依舊還是在用電腦而非 Steam Deck 玩遊戲，但是這次的威社確實做得太過分了。Steam Deck 現在這個誇張的價位根本就是毫無性價比。我的建議是，如果你想要擁有 SteamOS 的掌上體驗，那你不如去買一台其他的 Win 掌機，然後給它刷上 SteamOS， 效果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而且性能更好。SteamOS 最新的更新也更加完善了對於其他掌機的支持。說到刷 SteamOS 的系統啊，我就不得不提一個我一直以來的觀點了，那就是無論是 Steam Deck 還是 Steam Machine， 這些硬件本身其實並不重要，裡面的 SteamOS 才是重點。Steam Deck 只是威社為了推廣這個系統的試驗性產品。Valve 的真正目的從來就不是單純的賣硬件，而是推廣那一套開放且通用的 SteamOS 系統。你要是動手能力強，其實你完全不需要等 Steam 主機，你現在自己就能用支持的硬件組一台比 Steam 主機強上好幾倍的 PC， 然後給它裝上 SteamOS， 放在客廳，你就能直接把它當主機來用了。可是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折騰的。如果 SteamOS 的 PC 生態想要正面殺入客廳，去和索尼、微軟搶地盤，那麼一款用於打樣的安裝了 SteamOS 的統一規格的主機硬件就必不可少。這也是為什麼威社寧可把 Steam Deck 的價格當成祭品，也一定要為自家的新主機砸出一條生路。只是這種商業上的決策，對於我們普通玩家來說，還是太過於沉重了。Valve 一直以來給人的形象是那個不割韭菜不玩套路的異類，長期資助各種開源項目，從來不把技術封閉起來圈錢，讓 Linux 能跑 Windows 遊戲的 Proton， 讓 ARM 芯片能跑 x86 程序的 FaxEmu， 這些威社出錢資助的東西被做出來之後都是開源免費的，所有人都可以拿去用。上次我有個視頻介紹 FaxEmu 可以讓手機刷 SteamOS 直接運行 x86 遊戲的時候，甚至有人評論說不用那麼麻煩，你直接用蓋世遊戲就能玩。殊不知這個蓋世遊戲的 App 用的就是 Valve 開源的 FaxEmu 技術才得以實現的。在各家大廠都在想辦法把用戶關在自家生態的時候， Valve 卻反其道而行之。而也正是因為這個形象，才有那麼多人包括我自己願意稱自己為 Valve 和 Steam 的粉絲。但是這一次確實也是威社少有的一次減分行為，一家幾乎從不觸犯眾怒的公司，這一次是結結實實的挨了一刀罵名，而且還是自己遞上去的刀子。不過這次事件真正讓我感到沉重的，不僅僅是 Steam Deck 的價格暴漲，而是它背後那個沒有人能夠逃開的方向，那就是玩遊戲正在變成一種奢侈。遊戲正在變成一種奢侈品，這句話聽起來可能有點危言聳聽，但是行業的分析師已經開始紛紛斷言1000美元的主機將在未來成為常態了。我在節目開頭提到的內存價格就是最好的證明。AI 對於芯片和內存的需求是一個無底洞，這個缺口不會因為任何一家公司的意志而停止擴大，需求在擴大，產量卻沒變，這是一個誰都能看懂的供需問題。面對這個趨勢，我個人認為只有2條路可以走，要麼以後大家都分期付款購買硬件，要麼直接放棄硬件上雲遊戲。先來說說分期付款啊，這個模式其實微軟和索尼早就在推了。Xbox All Access 計劃就是讓你不用一次性掏錢買主機，而是每個月固定支付一筆費用，把主機和 Game Pass 的訂閱捆綁在一起，合約期為24個月。表面上看起來是很體貼，入手門檻是變低了，玩家確實是不需要一口氣掏幾百美元了。但算清楚之後，你就會發現這個模式本質上就是手機合約計劃的那一套。你以為你買的是主機，實際上你簽的是一份長期合同，綁定在廠商的生態裡，合約期內你必須持續付款，如果中途你想要退出的話，則需要承擔高昂的違約成本，而且每個月的訂閱費用裡還捆綁了 Game Pass， 不管你用不用，你都得交。接下來24個月付出去的總金額，往往也比直接買斷還要貴。而索尼呢，則更進一步，他們在英國和租賃平台 Raylo 合作，推出了一個叫做 PlayStation Flex 的服務， PS5 數字版每月12.84英鎊起， PS5 Pro 每月19.04英鎊起，配件也可以單獨租賃，連手柄和 PSVR 你都可以單獨租。聽上去是不是門檻極低啊？
但是只有最長的3年租約才能享受最低的價格，而且租约到期之後，這台主機你還得還回去。你用了3年的主機，3年之後你将一無所有。這其實已经是把现實中存在的硬件變相的變成了訂閱服務了。手機廠商花了20年的時間，才把買手機這件事從一次性的消費變成了永久的月租費用。遊戲主機正在走同一條路，而且走得比手機還要徹底。手機的租約到期了，手機至少還是屬於你的。主機的租約到期了，你連這個選項都不一定有。不同的是，手機是剛需，再貴你也得用。遊戲主機不是啊，它是一種娛樂選擇。當玩遊戲這件事開始需要你去簽合同、交月租、承擔違約金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開始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真的還有玩遊戲的必要嗎？然後再來說說雲遊戲啊，我這個頻道的老觀眾一定不陌生我對於雲遊戲訂閱制的態度。雲遊戲的本質是什麼？是你永遠都將不再擁有任何東西。你沒有主機，沒有遊戲，沒有本地文件，你擁有的只是一個賬號和一份持續扣款的訂閱合同。當你不再擁有任何硬件，當訂閱制雲遊戲成為唯一的選擇，他們可以收費的項目可就太多了。廠商可以用體驗升級的名義，不斷地剝削你原本的服務，把廣告延遲、低畫質這些東西變成你不得不加錢才能避免掉的煩惱。就拿廣告這一點來說吧，一旦雲遊戲完全成為唯一的選擇，廣告就不再是外部的干擾，而是可以被系統性設計進遊戲流程裡的東西。免費用戶先是被允許短暫的體驗遊玩，但很快在遊戲的過程中就會被頻繁的插入各種不可跳過的廣告。等你受不了了，開始付費訂閱之後，廣告確實是消失了，但你獲得的只是一個暫時更乾淨的版本，而不是一個穩定的承諾。因為平台完全可以隨時調整規則，把所謂的有限的廣告重新塞回低價檔位，並美其名曰是為了維持服務平衡，就像如今 Netflix、Disney Plus 這些流媒體做的一樣。而流媒體網站除了廣告，就只有分辨率可以分級來跟你收錢了。但是遊戲可就不一樣了，遊戲有各種各樣的效果，你想開 DLSS，不好意思，低级版不行，只有中级版才有。你想開光追啊，那你必須訂閱最貴的高級版。你別以為我是危言聳聽啊，英偉達的雲遊戲服務已經在這麼做了。雲遊戲這種看似溫和的商業轉型，其實就是一次徹底的控制權轉移，是一種把玩家對自己遊戲的控制權從玩家手裡完全交到平台巨頭手裡的轉移。最終玩家們付出的金錢只會越來越多，但是卻不再擁有任何東西，用自己的硬件在自己的設備上玩自己擁有的遊戲。這件事情現在在很多人眼裡理所當然，但是如果消費級硬件市場繼續按照這個趨勢走下去的話，這種理所當然絕對會變成一種只有有錢人才有的特權。Later. 回看這次 Steam Deck 突如其來的暴漲，之所以讓我們這群老粉絲感到如此沉重，不僅僅是因為它變貴了，而是它標誌着連 Valve 這樣曾經在沼澤地裡幫玩家修橋築路的開源叛逆者，在絕對的 AI 通脹面前，也開始向現實妥協了，也開始用價格去馴化玩家了。當連威社都開始這麼做的時候，這就已經不再是某一家公司的選擇了，而是整個行業的必然趨勢。我不知道玩遊戲的未來會不會一定向着訂閱制雲遊戲和主機分期的方向發展，我只知道當買一台設備然後安心的玩遊戲的這件事情本身開始變得有門檻的時候，變化其實已經發生了。Anyways， 歡迎收看這個頻道，感謝大家陪伴。如果你也對 Steam Deck 漲價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分享，也別忘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